林浩一觉睡醒，天还是黑的，感觉睡够，他便起身。阿斯跟阿杰两人则在舷梯上坐着抽烟，不时的低声聊两句。手电照到了起身的林浩后，赶忙又将光线移开少许。阿浩，才3点左右，还有2小时天才亮，你咋不多睡会？那我睡了也有6个小时，够了。你俩要是困的话，就睡会，我来值夜。不用，刚出来也没咋熬夜，一点不困。阿杰说着掏了一根烟给他，林浩点着抽了一口，熟悉的味道。阿杰可以啊，现在也抽好烟了呀。还不是你带的，我之前3块5一包的烟抽得好好的，结果现在再抽那烟，点着就想扔了。况且就咱这条件，又不是抽不起。那倒也是。两人低声笑了起来。林浩看了一眼水面，运气还不算好，并没有发光的大眼鸡成群的浮出水面。不过想想就这里的水深度，大眼鸡这个品种都不会有。跟两人聊了会，又看了眼小岛，林浩心思一动，自己回舱里，不一会翻出一套潜水服，头灯还有气瓶啊。见他在穿潜水服，两人哪还不明白他要干啥。阿斯劝阻道：阿浩，等天亮再下去吧。没事，我系着安全绳呢，我就下去看看情况。有些海货晚上比白天要好抓。下水之后，他没有急着下沉，拉着安全绳在水面上待了一会，让身体适应了水温，他这才打开头灯，开始下潜。如老猫所说，靠近礁石边，深度也就3、4米的样子。灯光所照，隐在水中的礁石上边的海货似乎比鹿头的部分还要密集些，刚好看到一个呈弧线游姿要逃的扇贝，他伸手一抓，也是巧了，正好抓着。虽说他下海不是为了这玩意，但本着不浪费的原则，还是将其塞进挎在腰间的网兜当中。刚到底，他就惊喜地发现了一只大响螺，那个头比自己的脸都还要大，妥妥的3斤以上，这个可是极品，1斤至少200块。装进网兜之后，他又寻摸起来。他没有管礁石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螺贝，主要就是探寻水底部位。林浩露出一丝恶趣味的笑容，然后便将海参给收了。没一会的功夫，他就捡到了4个大小不等的响螺，还有几只大号的海参。有些遗憾，怎么不见龙虾呢？正想着，头灯照到了不远处一个黄色的东西，他又近看了一眼，双眼都快瞪了出来。椰子螺不稀奇，但像眼前这么大的，别说他估计猫哥肯定也没见过。眼前是3个椰子螺，大的2只比洗脸的脸盆还要大，保守估计也有17、18斤了。上次他捡过一个10斤左右的，在他看来那就是巨物了，但跟现在这2个一比，显然是不够看的。至于那个小的，那也是对比着显小，单独拿出来也算是大货的，有个7、8斤的样子。艰难地将3只塞进自己的网兜，明显感到身上变重了，而且网兜也被塞得没有啥空间。他将身上的安全绳解下来，将网兜拴在上边，正打算回船，结果下一刻一条石缝中，终于发现了心心念念的天线。游到近前，发现这一条石缝里的触须很多，略一估量至少有10多只龙虾，没啥可犹豫的，伸手就朝最长的2条触须抓去。他手很准，但当他抓到触须打算将龙虾拉出来时，一股子钻心的疼痛从掌中传出。妈的，不是小青龙，而是杂纹龙虾。他在心中暗骂了一声，又觉得自己太冒失，该戴手套的。杂纹龙虾又叫黑白纹龙虾，学名山龙虾，是我国沿海较为名贵的龙虾品种。这玩意有一点不好的是，它的触须上布满了细小的尖刺，一不小心背的被扎。他没有松手，而是伸出另一只手抓向触须靠尾端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变细，尖刺也几乎没了。唯一的缺点就是，若是一不小心，就把龙虾的触须给折断了。将龙虾拉出，手上的疼痛似乎也不算什么了。这一只足够大，至少3斤打底。对比波龙之类，这个体型算小的，但对于山龙虾来说，算是很大的个头了。国内的龙虾其实很多进口自东南亚，而且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同样品种的龙虾，本港捕的居然高于进口来的。就拿这一次发现的杂纹龙虾来对比，进口的现在行情大概1斤80、90就可以，但若是本港的，肯定是破百了。至于有没有把进口虾说成本港虾的，这种情况大把，特别是忽悠那些对海鲜不是很了解的，买10只有9只估计得被骗。林浩抓了4只龙虾，剩下的全部搜到了更里面，手上没有工具，林浩也拿剩下的没办法。抓住安全绳，他稍用力抖了2下，下一刻另一头就传来了拉力，倒是省了他花力气游泳了。潜水很费力的，还好他所处的地方水深有限，压力还不强，呼吸不算难。游到船边，居然是老猫伸手拉他的。魔哥，你咋起来了？睡够了，你咋自己一个人夜里下水了？老猫的声音里带着埋怨。没事，我就在船边上转转，看能不能碰到龙虾，这玩意白天不定好抓。下边海货多吗？多，比上面的还多。毛哥，咱天亮先解决上面的，争取花个2、3天时间，把这座岛上的宝贝全搬上船。哈哈，东方不亮西边亮，这次拖网不咋的，结果发现这么一个宝贝岛，等咱回港卸货，估计能惊掉不少人的下巴。拖网船居然收获的全是螺贝，找谁说理去？林浩想到他说的画面，也没忍住笑了起来。我天啊，这啥东西这么大一坨？旁边传来了阿和的低呼声，老猫也将目光投向刚拉上来的网兜，只一眼也不禁惊呼：轰天，咋有这么大的椰子螺？猫哥，见过这么大的吗？老猫快速地摇着头，
这怕得有20斤了。别说见了，我听都没听过这么大的。随即他面上的金色烧去，双眼又变得炽热起来。阿浩，你说这么大的，里面会不会有珠子？不清楚，要不咱直接开了？老猫听说要开，不禁又犹豫了起来。这么大，要是卖的话，值不少钱呢。要是开了没珠子，咱可就只能留下自己吃了。这玩意30多块一斤顶天了，再大的个头也不可能高，一只几百块，又不是开不起。老猫一听好像也是，几百块确实没啥好心疼的，不过他还是压低声道：“别在船上开了，养着吧。你想开就回去自己开。”说完，不等林浩回复，他又一把掐住了倒在甲板上，还是疯狂弹着尾巴的龙虾。杂纹龙虾，乖乖，这一只有3斤了吧？底下还有吗？就一个缝里发现了10多只，我抓了4只，剩下藏得深，我够不着了。老猫的目光又看向海参，一个个圆滚滚的，足有7、8两重，还有那个3斤多的大响螺。见阿和将东西全部倒入活舱之中，他再也忍不住：“阿浩，要不咱俩再下去看看？”行啊，你去库仓里拿套装备。老猫见他同意，转身就往库仓里钻。林浩坐在甲板上休息，心思一动，打开了系统，他要看看今天的幸运值，没抱太大的指望，因为目前这个岛上发现的品种，之前系统大部分都开发过，便宜的如龙螺、青口、生蚝之类，贵的龙虾、鲍鱼、海参，包括岛上的海爪螺，早先也碰到过，都不算新品种啊。结果让他惊奇的是，今天居然有83点的幸运值，这倒是奇了。难道还有贵重的新品种等待着自己的开发？没有箭头提示，说明幸运值应该就落在了这个岛上。不过片刻他就将系统关闭，就现在发现的这些东西已经够他们忙活的了，没必要再花心思去找什么值钱货。老猫拿好装备，在阿斯的帮助下穿好，两人又悄悄地下了水。等到两人又一次上来时，天色已经微微泛起了白。林平正扒着咸干，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海面，见两人露头，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。